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冷蔷薇，一个喜欢 TCG 的牌佬。今天咱们又是一期返璞归真的领袖推荐哈，给大家带来一期子路飞的构筑介绍啊。对，没错，我还是忘不了他。虽然已经不是第一次给大家推荐子路飞了，但是为了照顾新朋友，咱们还是快速的过下领袖技能。其中主要每回合一次，可将自己生命值区上方开始的一张生命值卡加入手牌。若自己场上的东卡为0张或者3张以上时，从东卡组追加最多1张活跃状态的东卡。剖析一下领袖技能哈，首先是拔血时 cost， 所以其实你上来什么都不干就可以拔，这个效果有时候可以帮你补充资源找机会，或者在面对一些黄色领袖时，可能会有很多不多于对方血量的要求，就可以通过领袖技能去拔血去规避，适当的时候可以灵活运用。然后是跳东的效果0东或3东以上，0东的情况目前咱们基本可以不考虑，只有尼卡路飞和马凯 TT 能触发，一般情况下子路飞是不投入的。3东也就是先手第2回合开始直接就能3费变4费，因此也就可以理解为子路飞是一定没有3费回合的。那么构筑时就可以完全不用考虑3费曲线，全部都用4费以上的角色，并且因为是一定能跳费，所以4费完了就是7费，再下回合就是9费10费了，一定领先一个回合。那么构筑时就可以多以一些高费角色为主。以上是领袖技能告诉我们的。所以子路飞的最大特点就是节奏稳定的快，资源对战力转化能力强，毕竟费用越多可以做的事儿就越多嘛。那么这个领袖技能对于当前环境有什么样的帮助呢？首先就是当前环境的最大头领袖必然是咱们的蓝子路飞，而蓝子路飞的费用特点其实是非常畸形的，前期亏资源跳费，后期再把资源补回来，是蓝子路飞的主要运作方式。而子路飞则可以通过快速的战力转化，在蓝子路飞开始补充资源前做出很有压制力的场面，累积足够奠定胜势的优势。然后就是环境内会充斥大量针对蓝子路飞的领袖，诸如贝蒂、索隆。在面对这些领袖时，子路飞也比蓝子路飞更有应对能力，毕竟不管怎么说好歹是个无限领袖对吧？因此我也是玩了几周之后来给大家推荐下子路飞这名领袖。在放出构筑之前呢，先给大家阐述一下子路飞比较明显的优缺点，方便大家做选择。首先是优点，跳费稳定，资源多，上限高，构筑灵活，可以灵活的针对环境做出改变，基本能做到六边形战士的一名领袖。缺点则是对排序要求高，上限高对应的自然就是下限低，卡手了就是卡手了，然后就是没有结场能力。面对同样是铺场领袖，子路飞可以很轻松的铺的比别人快，还比别人大，但是面对结场系领袖就没有特别好的应对方案了。所以为了能一定程度上的缓解缺点，对环境做出全面应对，我便有了今天这套子路飞的构筑。首先这个构筑有几个比较明显的特点，第一个就是在领袖技能可以稳定跳费的情况下，我依然带了12个跳费。第二个就是放弃了传统的子路飞的7+5。先说第二点，为什么放弃7+5？我有3点主要的考虑。一是卡手率高，毕竟是要凑对子的，不在该来的时候来，那效果指定是差一大截的，然后在不该来的时候来，体验也是异常难受。二是当前环境7+5的压制力已经不够了，毕竟都是6000头的领袖，再加上动不动都是7000、8000、9000的打点，6000、8000能打出来的效果就非常有限了。三是会卡自己的节奏，这点是非常致命的。我认为当前环境紫色最强单卡当属9费的 SEC 路飞莫属，场上站个6000、8000完全不如站个1万的速攻来的实际，更何况本身还不亏资源又抢节奏，7费打7+5，下轮还要拔一血才能打出9，起3次领袖技能，对面随便冲一冲就要死了。所以综上所述，我最终放弃了7+5，确实是带过，给自己卡崩溃了，所以干脆踢了。虽然放弃7+5的原因，讲讲为什么带了12个跳费。其实理由很简单，为了先3出8费卡2。8费卡2是当前环境我认为仅次于9路飞适合子路飞的关键角色了。首先是先3出卡2，基本就跟奶了自己一血没什么区别，下个对方的进攻回合大概率能赚到收益。然后就是卡2，因为每回合都能追移动，这使得我们即使出了那些要炸东的角色，就算开了大脚，也能保证自己回合都是10东开，节奏就不会断档。之后每回合都有一脚白来的8000公平，反而是我认为最一般的附加值了。因此这12个跳费能极大程度上的保证自己的跳费的上手率，稳定的让自己在 T2 回合能跳出来这一费。因此起手流牌只需要奔着找8费卡2去就可以了，毕竟卡2只有4个嘛，对不对？但是即便只有4个，其实上手率也不会很低。为什么呢？我帮大家算笔账，
首先，在无脑抢先的情况下，起手5张牌加到达 T3 回合抓过2张牌，加对方打你吃了1血，加自己领袖技能拔掉的2血，一共是过了10张牌了。第一次起手没有卡2，选择了调度，约等于你有了15张牌的看牌机会。根据正态位分布的规律能算出，平均 12.5 张牌能过到1张，所以如果你都在为了这1张牌做铺垫的话，就能找到的概率真的挺大的。稍微提醒一下，如果手里已经有卡2了，对面打你那1血可以不吃哈。当然如果你担心跳费的问题，咱们也简单算笔账，起手5张牌加先手 T2 回合抓的1张牌加领袖技能拔的1血，一共7张牌，12除以50乘以7等于 1.68。就是保底1张大概率2张。当然如果还是担心手里没有跳费的话，我还有一套14跳的构筑，咱们聊完这套再去聊。因此这套的基本节奏就是抢先手，然后 T2 领袖技能加跳费角色跳到5费， T3 领袖技能直接上卡2，然后就一直9路飞，斩杀轮47山治加无所8过墙。毕竟除了黑胡子有10费强，别的领袖应该都没什么6费以上的强了吧。当然如果你说9路飞不上手怎么办？第一个办法就是1费罗去找，虽然罗找不到大脚以及构筑里的很多强烈的单卡，罗其实都找不到，但是能找9路飞这点就值得去投入了。第二个就是增加一些组合，最经典的应该就是曾经的10费双排麦哲伦了哈。我真心觉得这个环境双压或者哪怕单压麦哲伦还挺厉害的。首先一个是大部分情况都会抢先，你10费的回合对面下回合才到8费，2麦哲伦对面直接6费了，90%的对局直接就压死了。或者那些需要上10的领袖，吃一个麦哲伦就得晚1回合上10，直接又多争取出1个回合出9路飞的轮次。再有就是一般情况下蓝紫罗飞后手会跳2费，此时应该就是8费等着，那么你都不用拍2麦哲伦，你拍1个麦哲伦就相当于打了对面3张手牌了。首先是跳的那1费相当于白跳了，然后是因为不是8费了，领袖技能开不出来又亏1张，然后就是他又是稳定打点又能打一手，因此就算10费时没有9路飞，也可以4费出个索隆十郎加5费出个麦哲伦，也是变相争取到了1个9路飞的轮次了。并且投入了麦哲伦还有一个好处，就是可以增加后手的容错。有一个非常恶心的打法，就是后手 T2 跳1出麦哲伦， T3 跳1再出个麦哲伦， T4 还是8费，不影响你自己出卡2的节奏。但是对面就很难受了，基本相当于跳过了他的1个回合嘛。并且这个打法在面对结场系领袖时也是尤为好使，解你如果自己节奏续不上，很可能被滚雪球直接压死，也算是多一种应对结场系领袖的方案吧。当然麦哲伦是张标准的在特定时间出现在特定地点才会厉害的单卡，后期来了就是卡在手里为大脚的，属于上线单卡。想稳定下线的话，可以试试我这套14跳的构筑，放弃了麦哲伦，转而拉满了7费山治。毕竟现在整体的思路就是要快，所以完全不考虑9妈这种运营单卡。9凯炸5个东则是代价太大了，想带的话带个1拔高下上线就行了。大看板是因为跳费不亏手，并且因为只有先手 T2 这1个轮次的跳费需求，所以一定不是吃蛋糕和神助杀。霍金斯确实太弱了，所以选的是大看板。最后稍微聊聊2000边的问题，因为当前环境基本都是6000头，所以大部分打点也都是6000起步了，这使得我对1000边的理解真就变成了非必要不投入。也建议大家如果玩的是个5000头领袖的话，也适当增加些2000边的数量。来自红发玩家的自信。到此呢，构筑聊的其实也就差不多了，因为没什么新卡，主要是打法思路上的转变，所以构筑起来比较简单。因为构筑思路就是围绕着打法思路去的，所以打法思路也非常明确。抢先，然后 T3 出卡2， T4 根据手牌选择出大哥还是出组合就可以了。后手的话则是可以通过复数麦哲伦控制节奏，或者直接跳费出9路飞都是可以的选择，但是毕竟是个强攻跳费领袖，因此能选先尽量还是选先。行，到这儿我能分享的其实也就差不多了，毕竟讲过太多回到紫路飞了，大体的打法方式大家应该都已经了解了。本期也是分享给大家现环境紫路飞的打法和构筑思路，希望有跟我一样的喜欢紫路飞的朋友能继续坚持。这里是冷蔷薇，一个喜欢 TCG 的派老，咱们下个视频再见吧。